从俄罗斯的教训来看呢，想挣印度的钱没那么容易。印度政府呢，如果不真的拿出诚意吸引外资，那么那句“印度挣钱，印度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”，永远不只是一句玩笑罢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辉观察。那最近呢，印度科技部长公布了一项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的政策，那就是印度打算在6年的时间内，共计出资约20亿美元，来吸引硬件制造商在印度建厂。听起来还挺不错吧？但是呢，从俄罗斯身上的经验教训来看，想挣印度的钱没那么简单。在5月初的时候，拉夫罗夫表示呢，将手里面的卢比换成其他货币，虽然钱不多，只有数十亿卢比，但是呢，这个背后释放的信号很强烈。我们知道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往不会马上结算，会在对方账号存一会儿。俄罗斯突然着急，想要把卢比换成别的钱，也是嗅到了印度的风向变了。印度的卢比和俄罗斯的卢布一样，目前呢也属于不稳定的货币，汇率呢是忽高忽低，有时候光是汇率上的损失就可以高达4%。而且呢，令俄罗斯比较难受的就是呢，越来越多的印度银行和商户不敢收卢布了，不仅是因为汇率不稳定，更是因为西方可能随时将这些收了卢布的银行账号给封了。抛开西方的制裁不谈呢，印度政府也是比较微妙。自俄乌冲突以来呢，要说哪个国家从俄罗斯手里挣的钱最多，那印度绝对排得上号。以油气资源为例，原本出口到欧盟的油气全都出口到了印度去了，印度成了西方买卖油气的中转站，大薅特薅俄罗斯的羊毛。后来呢，印度觉得这样转手卖初级产品还是不过瘾，买了俄罗斯的油气资源，进行了简单的勾兑之后呢，当加工产品卖给欧盟。但是呢，这些国家也只能吃哑巴亏。可以说啊，自俄乌冲突以来呢，印度政府早就赚得盆满钵满。而就是这样，印度银行还表示害怕西方的制裁。而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在说呢，这些买卖油气的账随时都有可能坏掉。表面上是只有数十亿的卢比，但是真正的数字远比这个高得多。这数十亿不过是拿来试试印度的口风，要是不行呢，俄罗斯就得另谋出路了。以前买卖能源走账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大家都用美元或者是欧元，欠的外汇也可以直接记账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俄罗斯不用美元和欧元了，那这些能源交易只能使用购买国的货币了。中国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国际信誉来背书，但是印度呢？印度的制造业比较落后，能和俄罗斯互补的自然资源更少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俄罗斯手里的卢币越多，未来埋下的雷也就越大。那所以我们综合看下来呢，俄罗斯现在确实很头疼，确实是印证了那句话：赚印度的钱累心，花印度的钱要命。再回到这个20亿激励建厂的事情来看呢，此次印度总理莫迪还重点点名了几家国际大厂，意图已经很明显了。原来中国几家头部企业也是因为政策吸引在印度建厂，但是呢，印度隔三差五的就上来找麻烦，先是制裁中国的 APP， 然后就是对中国的企业下手。去年呢，光罚某个企业就罚了50多亿人民币，相当于给印度白打工，而且呢，工厂还带不走。印度确实打得一手好牌，而且呢，这绝对不是个个案，很多知名厂商都被印度罚得莫名其妙，基本上是涵盖了多个国家的多个领域。我们再从数额上来看，6年才20亿美元，平均1年4亿美元都没有。有的观众朋友呢可能会说啊，4亿不是挺多的吗？要知道，这可是所有印度外资企业来分这4个亿啊，还得是建工厂，一条成熟的国际流水线工厂动辄就是几亿成本，这点钱真的是有点不够看。所以呢，我们综合俄罗斯的教训呢和印度政府这些年的表现来看，这20亿美元不只是数额较少，诚意也没有看到。想要挣印度的钱，确实是费心又要命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在评论区互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